我一直覺得通勤不應該只是消耗，你一邊呢要保持精緻，一邊呢又在工作中不斷的被拉扯。所以啊，我現在會更加的在意我開的這台車，它到底只是工具，還是能讓我在這段路上狀態更加好一點。現在在我身邊的是東風奕派納米01，這台5.98萬起的小車，不僅一眼就讓人獲得好心情，通勤呢更是省心至極。這個精靈綠的車色，它用的是一種變色龍的車漆工藝，全球啊大概只有0.3%的車在用這種級別的漆面，在不同的光線下看到會有不同的顏色，再加上這種元氣扭蛋的造型，還有同級別很少見的無邊框車門，你第一眼看到它就會忍不住的想到它不只是一個代步的工具，而是呢有一點個性的表達在的。更具體一點的話，我們就進車裡再說。我個人覺得啊，早上是一天裡面最矛盾的時間，人還沒有完全的清醒，但是已經要開始處理工作了。所以呢，在這種時候，我反而是挺在意一個細節，就是有沒有被接住的感覺。像納米01這種無感解鎖，靠近就會自動開鎖，上車燈光亮起來，這套貫穿式的燈帶迎賓效果，你基本呢不用多做動作。上車之後呢，它的車机界面也會跟着切換到對應的主題，還有一個簡单的問候提示。而且呢，它這個桌面裡面有一只小貓萌寵，你點它呢，它是會有互動反饋的。有時候啊，早上剛上車看到這種小東西，其實還是挺解壓的。那我自己呢，有時候就挺喜歡在車裡面靜靜的待幾分鐘。有時呢，也確實是有事情要做，比如說很多人會覺得啊，女生的精緻是很輕鬆的事情，但其實不是的，精緻是需要時間和空間的。那在車裡面呢，有一個這樣的副駕小抽屜就很有用了，可以直接當一個臨時的化妝台，再加上 LED 油光美妝鏡和多色氛圍的在車裡面補妝整理狀態都是很方便的。包括它整個內飾是用了大面積的巴黎菱格紋的軟包，還有這種綠白的配色，你就會覺得這個空間不是將就的，而是一個你可以稍微待一會的地方。還有一個點，我覺得也是挺重要的，它的這個座椅用的是雲遊環抱座椅，主駕支持通風、加熱、記憶，還有迎賓的功能。其實呢，對通勤來說是很實用的配置。說實話，這台車開起來是挺輕快的，它用的是馬赫110合一電驅系統，這套驅動總成效率做到了91%以上，動力響應會比較直接，再加上底盤是偏靈活、偏好開的調教，在城市裡面穿行其實是挺輕鬆的。而且呢，搭配它靈巧的車身，尺寸又不大，在擁擠的路況或者是窄路裡面會更從容一些，像掉頭啊、變道啊都比較輕鬆。就算是你的駕駛技術沒有那麼熟練，也是很好上手的。我們平時通勤的城市路段呢，會有很多的减速帶，它的底盤調教給我的感觉就是偏靈活，乾脆又不顛，不會有那種咯噔一下的那種鬆散感。方向盤的手感也是剛剛好，就是我們女生喜歡的那種，不會太沉，也不會輕到沒有反饋。說白了，它就是那種你開着順手，坐着舒服，不需要跟它較勁的車。但是呢，對我來說，通勤呢不需要更快，我更在意的是輕鬆，也就是呢少做點事情。比如我現在可以直接說：“你好，納米，打開空調，導航到國貿。”它的語音支持連續對話，像導航、空調這些都可以直接說，不用去找按鈕。再加上 ACC 自適巡航、車道保持這些輔助駕駛的功能，在跟車或者是環路通勤的時候呢，它就會幫你把節奏穩住，你不用一直都緊繃着，甚至是手忙腳亂。另外，像日常的用車成本，它也是挺友好的。它的 CLTC 續航最高可以做到430公里，100公里電耗大概在11千瓦時左右。如果按照家用電來算的話，1公里差不多就是5分錢，其實呢比燃油車要低很多，而且呢它支持快充，30分鐘就可以從30%充到80%，哪怕是臨時補能都比較從容。我們現在呢先找個地方把車停好，它的智能泊車功能，像側方位啊、倒車入庫啊這些基本都可以幫你去完成。在這種車位緊張的地方，其實呢會省心不少。再說一下關於午休的事情，像納米01的前排座椅是可以一鍵放倒的，直接躺平。再加上車內本身就比較安靜，還有智能空調調控溫度，保持空氣清新，配合多色氛圍燈這種柔和的光感，在休息模式下，哪怕只有20分鐘，也能讓人放鬆下來。你可以什麼都不做，只是靜靜的待着。工作本身已經很累了，但是呢，我從來都不喜歡一年到頭都是當牛馬，然後抽幾天去放飛一下。我更希望的是自己每天都鬆緊有度，身心愉快，保持着精緻感。對於一台5到10萬級的小車來說啊，適不適合自己，從來都不只是看值不值，更要看它能不能融入到你的日常生活裡面，照顧好你的狀態。納米01就是這樣的車，它好開好停，能幫你輕鬆的應對通勤，它有舒適的休息空間，讓你在忙碌的間隙找回鬆弛感。
它的智能配置和低用車成本更是把通勤消耗降到了最低。它不只是把我送到目的地的工具，更是真正的为我保留了一段属于自己的时间。